嗨，大家好，我是尼可拉斯杨。最近斯皮尔伯格拍了一个新电影，叫做《揭露日》，我看了之后震惊了。Emily Blunt 扮演的女主角在电视直播里面说出来外星语言的这个桥段啊，它是真的，发生在1977年的7月16日，美国马赛诸塞州。这个真实故事里面的女人还被带到了外星，看到了非常诡异的星球景象，最后还跟神对话。这个故事我必须给大家深入讲解一下。今天没有任何电影剧透，但我可以保证，我讲的故事比斯皮尔伯格更加惊悚。人类突然被外星人控制，说出外星语，这件事情发生在1977年。真实的女主角叫做 Betty Anderson， 她是上世纪70年代第一批主动站出来、勇敢披露自己被外星人劫持的接触者之一。整个调查由当时美国空军安全局退役军事专家、作家 Raymond Fowler 执笔撰写，美国新英格兰催眠研究所主任 Dr. Harold 负责催眠导入和唤醒，提问则由当时3位最权威的 UFO 调查记者 Joseph Santangelo 还有 David Webb 等进行。这个40岁左右的女生贝蒂在每次催眠之前全部通过了测谎检查。在1977年7月16日，贝蒂接受第12次催眠导入，进入催眠状态之后，调查员 David 就问 Betty，曾经和你接触的生物有没有给过你未来的预测，关于地球上将会发生的事情？ Betty 就在催眠下回答是的。然后 David 接着问，你现在能透露一些这些预测吗？说完，贝蒂就保持了一段沉默，突然他的脸就变得十分扭曲，仿佛在催眠里痛苦的挣扎，一边扭着身体，一边断断续续地说，他们掌握着一切，他们在天上，他们有力量啊！他们可以让你认为你想的是一件事，可说出来、传出去，却变成了另外一个意思啊！我不喜欢他们控制我的话，我不喜欢他们控制我。听到这里啊，这些调查员和医生一下都震惊了。戴维就继续问，他们现在还在控制你说话吗？贝蒂就说，哦，是的，我不喜欢这样，他们还控制我的手和胳膊，他们在束缚我。说着说着，贝蒂就越来越紧张，全身就开始变得僵硬。之后他说的话就从英语突然就变成了一种机械的咕噜咕噜的声音，一共说了30多秒。O tukfila obut victa mafila diva mah 啊，还有什么叹息之类的，哇，好长一段。听完这些话，所有人都僵住了啊，整个屋子的气氛都被冻住了一样。贝蒂就说自己在外星生物的远程控制下，一字一字的说出了一些话。这个时候说的就是英语了。即使现在你看不见，即使现在我们在说话，你们试图去寻找错误的方向。为什么你们人类认为你们能活着？ Simplicity， 简单。听到这里，这个情节都好像电影一样，科幻小说，但并不是，这些都是记载在 Raymond Fowler 写的报告里，一共580多页。他基本上这个流程就和哈佛大学心理学主任 John Mack 的报告类似，这个我讲过，都是专业的心理学研究纪实报告。这个是后面的故事，如果我们从头看的话，整个报告内容更加诡异，里面详细记载了贝蒂被这个外星人带到飞船上，使用了一种冬眠装置，跨维度穿越到小灰人的星球，并且详细参观了这个星球里面的所有的所见所闻，非常真实。这个世界真的藏着无数我们都无法理解的秘密。暑假旺季就要来了，正好大家可以亲自出远门探索一番。但是如果去陌生的国家，一下飞机急着查地图、叫车跟家人报平安，结果手机完全收不到讯号，那一刻真的是超着急。不用担心，出发前下载好 Silly APP 就可以完全解决。Silly 是一个非常方便的 eSIM APP， 让你在全球200多个目的地随时上网，不用换实体 SIM 卡，只要下载一次 Silly， 点击你要去的国家，选好流量套餐，安装好 eSIM 就搞定了。这样一下飞机就能直接上网、查地图、叫车、处理工作、实时查看股票行情，全部搞定。而且以前在国外上网很容易遇到高额漫游费，在机场、车站附近还会遇到卖假 SIM 卡的骗子。用 Silly 这些麻烦都帮你完美避开。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功能是它可以切换虚拟位置，简单讲，就算人在国外，你也能把上网位置设定成像在家里一样。想看只有自己国家才能看的内容，登入平常习惯的网站都不用再烦恼卡区的问题。
现在就点击荧幕下方或资讯栏里的优惠链接 silly.com/Nicholas Young， 结账时输入优惠码 Nicholas Young， 就可以享受首次购买85折。一个 Silly APP 轻松帮你搞定出差、旅行中所有的上网问题。旅行出发前一定要下载好 Silly APP。感谢大家。刚才说到外星人可以远程控制人类说出的语言，不要以为这是什么科幻世界，在古代经文中全部都有记载，全都发生过。只是几千年前，这种人都被我们的祖先称作为先知。在出埃及记中，神耶和华就派摩西去见法老，摩西非常害怕，说我不能去啊，我是一个口舌笨拙的人，说什么我可不知道啊。这个时候神就说谁造人的口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教你所当说的话。之后摩西就在法老面前说出了各种的这个雄辩非常厉害。在新约耶稣门徒保罗哥林多书里面也描写的非常厉害，他就说这些圣徒先知们会说出一种没人能听懂的话，说那方言的原本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最后耶稣升天之后，耶稣的门徒就从耶路撒冷出发，准备向世界各国传福音。走之前他们就担心这个别人的方言不会说怎么办。但就当他们启程的时候，突然就说有圣灵被充满，就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大家不要以为我讲的都是玄幻故事，你不相信的话只能怪自己想象力不丰富。那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个 Betty 他会说出外星语？这一切都不是巧合，因为他从小他就被劫持过。很多UFO文件都记载，这些从小就被外星人劫持的观察实验的人类，在他们的潜意识里面只记得小时候有鹿、浣熊或者是猫头鹰等动物出现，而且就出现在他们童年的夜晚。在揭露日电影预告片里面就不断有鹿出现，而这个鹿一转眼它就变成了一个外星人的脸。我讲到这里大家可能没有感觉，一个人在夜晚被一个鹿直勾勾盯着你是什么感觉这个我遇到过，非常惊悚。尤其是在月光的反射下，这个鹿的眼睛还会发出绿光，在黑暗的森林里面就有无数的绿色的光就这么停在森林里面，非常惊悚。这2天正好我妈妈就给我传过来影片，说最近总是有鹿出现在我们家院子前就是这么直勾勾的看着你，超恐怖的。我每次回去晚上都不敢出门。明年回去给大家拍一个 vlog 我妈住在一个海岛上，超美的。我妈跟我说她小时候看到家里面出现一个像猴子一样的人，全身都是毛。当时她不断的大叫，大人来了以后就说什么都没看见细思极恐。说不定我小时候也被劫持过嘛，所以我对这个神秘学特别感兴趣，可以看懂各种不同语言的经文，而且对预测之类的事情非常敏感。大家看完这些应该可以理解这个贝蒂的经历，但是接下来的事情更加诡异。这一切都记载在这个 Raymond 的报告里面。故事是这么开始的：1967年1月25日，美国马赛诸塞州的一个小镇叫做南阿什本汉姆。当时1月天气非常冷，傍晚的时候还会有大雾出现。当时的贝蒂还是一位30岁的家庭主妇，而且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当天晚上，他就跟父母还有7个孩子在家里的客厅里面看电视。大约在6点30分，这个房子里的灯突然就刷了一下，彻底的熄灭了。大家以为停电了，但这个时候房屋外面就出现了一种非常诡异的红光，不断闪烁。贝蒂他爸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就这么走出去向窗外看。根据贝蒂在催眠下的回忆，当时红光穿过窗户照进屋子那一刻，突然整个家都陷入了一种绝对的寂静，所有人都好像被冻住了一样，和雕塑一样。他爸就站在那个窗口不动了。这时候贝蒂的大女儿正好转过头来，他就看到他女儿还凝固着前一秒的笑容，一种时间被冻结的诡异。这个时候一束光出现，贝蒂就发现他们家的门没有开，但是有人开始穿透这个木门。仔细一看，是5个身材矮小的生物，像幽灵一样唰的一下就这么滑进了屋子。这些小个子只有1.2米高，脑袋特别大，像梨一样，每个人都有巨大的黑色眼睛。他们全部穿着闪亮的蓝色连体制服，左臂上还缝着一个奇怪的标志一张张开翅膀的鸟。贝蒂就说我在想他们一定是天使，因为耶稣能够穿过门和墙，也能在水面上行走，所以他们一定是天使。而且
圣经的经文一直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其中有一句话说，要款待陌生人，因为你们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接待了天使。这个经文是出现在希伯来书13章。以前有天使经常在地中海地区出现，大家现在去一些穆斯林国家去买东西，有时候商家会不要你的钱，因为这个是几千年来的传统。他们看到长得和自己族人不一样的人，就会想到经文中警告他们，你们要好好对待陌生人，要小心遇到天使。报告中画了一个当时小灰人的样子，说有一个带头的，眼睛上面都是褶皱，而且他的手是3根手指。这个描述就是在南美秘鲁纳斯卡矿洞中发出的纳斯卡木乃伊的样子啊，都是3只手指。看到这里啊，我就全身都是鸡皮疙瘩。这些小灰人一进门就开始用精神感应对贝蒂说话，而这个精神力啊，就让贝蒂感受到一种非常安静友好的氛围，让他不觉得害怕。接着这个带头的外星人就说，贝蒂不用害怕，我叫夸兹嘎。这个夸兹嘎的名字发音啊，非常像南美的这个羽蛇神夸兹库图，都是这个夸开头的。贝蒂就惊讶他们怎么知道这个外星人在说自己的名字，就紧张地问，你们想吃点什么吗？他想款待这些天使。夸兹嘎就说，除非食物被烧焦，否则我们不能吃。这个时候贝蒂就开始准备给他们烧肉。这段也非常奇怪，因为圣经中记载，给神献祭的食物必须经过火烤，要冒烟，神喜悦这种气味。但当贝蒂开始烤肉的时候，这个夸兹嘎就说，这不是属于我们的食物，我们的食物是被火试炼过的，是经火试炼后留下的知识，你们有没有这样的食物？贝蒂一听这个被火试炼过的这个话这个就是来自圣经里面的，于是贝蒂就拿出一本圣经给他们看。这个夸兹嘎接过之后就开始抚摸圣经，突然这个圣经就开始变厚，变成好几本白色发光的一样像纸一样的东西。这个夸兹嘎就把这些白色的纸张给了其他4个小灰人看，一下复制出来了。这时候贝蒂就非常惊讶，就问你们为什么来这里你们是上帝派来的吗？夸兹嘎就说，我们是来帮助你们的，你愿意跟我走吗？贝蒂就说，如果你是神派来的我愿意，但你不要欺骗我。这个小灰人就没回答他的问题就一直问你愿意跟我走吗？你愿意跟我走吗？贝蒂就一直的疑惑，但是最后他还是同意了，就跟着他们出了门。这时候他就看到一个飞碟停在院子里面，这个飞碟的下方好像有保龄球瓶子一样的装置，而且飞碟周围还放出了浓浓的雾，远看就是一大团雾，所以他的邻居都没看到。之后他就被传到了飞碟里面，进去之后就看到飞碟里面有一排圆形的，中间有一个缝隙的窗户。这个小飞人就说你不用害怕，先去消毒。贝蒂就进了一个平台，上面有灯，他一站上去就有细细的光像水流一样的这么照下来，把他全身都沐浴在光中。消完毒，外星人就对贝蒂说你穿上新的衣服吧。贝蒂还是不愿意，但是他不知不觉的又穿上了。之后呢，贝蒂就走到了一个手术室，进去之后小灰人就让他平躺在手术台上，贝蒂就主动的上去。外星人说什么他都不喜欢，但是就身体不由自主的去主动的配合所以说这个可能是一种精神控制力。之后呢，这个房间就出现了一个高个子的灰人，穿着闪亮的银白色手术服，就对贝蒂说你不用害怕，你会没事的。接着他就拿出了一个非常长的针，开始往这个贝蒂的鼻子里面刺，还有头部也穿过去了。这么一刺贝蒂就疼得大喊大叫，也没有麻醉。这个时候高个子的灰人就开始抚摸贝蒂的头，这个贝蒂一下就可以舒服一些。而这个时候贝蒂就看到灰人从这个长针上拔出了一个东西，它是一个长满刺的小圆球。这个球其实是在贝蒂7岁的时候放进去的这个是另外的一个故事在后面写的。之后这个外星医师就换了一个网状的东西，然后把它塞进了贝蒂的鼻腔里面，可能是什么信号器更新换代。整个过程非常痛苦，贝蒂在催眠的时候也是大喊大叫的，疼的，而且非常诡异这个过程和之前非洲祖鲁大师穆塔瓦的经历是一模一样的。穆塔瓦说当时他的鼻腔被穿透的时候，这个血喷了一嘴，非常痛苦。所以从这里面看，开头我讲到贝蒂可以在催眠的时候被控制说出外星语，很可能就是他有一个脑机接口。
外星人通过这个脑机接口可以观察人类的世界，贝蒂就像一个摄像头一样，而且他整个身体也可以被控制，说出外星人想让他说出的话。这个就跟古代的先知一样啊，这个脑子里面都有一个脑机接口。做完手术之后，贝蒂就被带到了一个小型飞船上，之后这个飞行器迅速升空，把他带到了一个更加巨大的母舰之上。贝蒂就进入了一个高耸的圆柱形房间，他看到房间里面有一排椅子，这个椅子的形状非常奇怪，它非常符合人体工程学，上面有一个凹槽，人坐在里面就一下就固定进去了，整个材质像玻璃又像塑料。小灰人就让贝蒂坐在这个椅子里面，说你坐下吧，我们不会伤害你的。贝蒂坐好之后，一抬头就看到这个椅子上面有个像玻璃的人形罩子，就慢慢的合上去，一下子就把它关在里面。这个时候他就慌了，特别害怕啊！而且这个椅子开始放出了冷气。他说我感到越来越冷，逐渐虚弱，像要晕倒一样。催眠师 Harold 一看他真的在催眠的时候好像要晕倒了以后，他就说你只是一个旁观者，你只是作为观察存在，你现在感觉舒服点了吗？在催眠里他这个角度这么一变，这个贝蒂就开始感到一些舒适的感觉，于是他就在催眠状态下继续说。这个时候他就说他逐渐感到自己开始失重，然后头上有3个管子，就好像蛇一样深入封闭的这个椅子里面。这个管子是自动的，一根直接接入他的嘴，另外2根封住了他2个鼻孔。之后贝蒂就感到有新鲜清凉的空气一下就冲进了这个口鼻，而且可以正常呼吸。同时整个椅子就开始有灰色的液体从头上开始慢慢的注入流出来，然后通过这个脸颊一直流到全身，逐渐就充满了整个玻璃的椅子。贝蒂这时候吓了，就赶紧闭上眼睛，不敢睁开，而且在心理感应里面有听到这个外星人就在说，别害怕，闭上眼睛，别害怕，那液体正在充满，而且充满的很快，闭上眼睛吧。这时候贝蒂就在催眠的时候开始说好放松，好舒服啊，感觉非常好，液体像漩涡一样在我周围震动，有浓稠的糖浆通过管子进入我嘴里，甜蜜浓浓的，好像止咳糖浆，周围的液体也在不断的震动非常舒服。说着说着，这个贝蒂就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刷了一下，这个椅子的罩子就打开了，灰色的液体刷这么流了一地。贝蒂就说当时睁不开眼睛，感到全身沉重，有一种引力感又回来了。我的手臂、腿和脚变得十分沉重。我逐渐睁开眼睛时，发现了3个小灰人站在我面前，而且很奇怪，他们都戴上了一种黑色兜帽。这个时候有个小黑人就紧紧地抓住贝蒂把他带了起来，然后就带着他穿过一个黑色的隧道，黑的就像煤矿隧道一样，没有一点光。贝蒂感觉是往上倾斜送上去的。之后他就看到前方有个像镜子一样的门，然后传送装置就把他一下往上冲，贝蒂一闭眼，唰的一下就穿越过去了。之后他一睁眼不得了，他就发现一个红色的世界整个世界都是红色的，红色的土，红色的天，他感觉到整个空气中都震动着红色的光。贝蒂说一眼望去看不到生命，没有树木，没有蔬菜，没有水，只有红色的土地，但是远方有一些建筑物。之后呢，他们就被送到了这个建筑物旁边。这时候贝蒂一下震惊了，他惊恐地睁大眼睛他看到了有无数奇怪的生物就这么趴在墙上死死地盯着贝蒂这些人。而这些生物他们全都是有2个眼球的，没有脑袋，只有2个眼球，数量非常多，满墙都是，爬得到处跑。贝蒂说他们太可怕了，他们的胳膊和腿都非常瘦，但是身体却胖胖的，眼睛可以朝任何方向转动，而且可以像猴子一样到处爬，爬得非常快，爬上爬下，绕来绕去，而且可以从窗户里面进进出出，到处都是。而且他们走过的时候，这些动物就一直的用眼睛盯着他们。贝蒂看到这些时候就大喊这些是什么？是什么？他怎么喊这些戴着兜帽的小灰人都没有人说话。讲到这里我们基本上可以确认，贝蒂当时坐的这个充满灰色液体的椅子就是一种冬眠装置，
外星人的飞船在跨越维度或者是极端重力加速度飞行的时候，人类这个脆弱的肉体和内脏会被震动、扯碎，甚至是爆裂。所以这一排椅子还有会震动的灰色液体，它就是一种缓冲液，可以保护人类的内脏器官内外压力平衡。所以这个事情被一个美国的家庭主妇描绘出来，真的是非常有意思，非常科幻。贝蒂经过这个宇宙穿越，进入的这个星球好像火星一样，但是其实不是，因为它里面是有空气的，有氧气的。他们在这个地上走的时候，贝蒂都没有戴头盔。之后外星人带着贝蒂穿过这些建筑物之后呢，就进入了一个隧道，之后他们就进入了另外一个绿色的世界，可能是地底下地理世界。贝蒂进入这个世界以后就发现，哇，这里太美了。他说他进入了一种全是绿色的氛围之中，而且一进去之后，这些灰色的小灰人就把这个黑色的头罩给摘下来了。然后贝蒂就说我们继续往前走，旁边好像有雾，又好像是海或者是什么东西，很美。在旁边我看到不知道是鱼或者是鸟和鱼的结合体。他还看到各种植物都是长长的茎，有环状的生长。听他的描述这些植物好像几亿年前恐龙时代地球上的植物一样。而且接下来更离奇了，贝蒂说他走着走着，他发现远方有一个金字塔，而且这个金字塔是白色的，顶部有一个巨大的头，而这个头看起来像埃及的狮身人面像的头，但是看起来像男的又像女的，分不清这个性别。这个描述就非常的诡异因为在关于古代金字塔的各种古籍中记载，这些金字塔以前全部都是白色的，现在白色已经脱落了。而且根据希罗多德历史第2部149章记载，在比古埃及更加久远的年代，当时留存下来2个双子金字塔，它们的顶部各有一个雕刻的头，而这2个金字塔是在一个湖里面的，高出水面91米，而且在水下还有90米高，所以加起来是180米高的一个金字塔。原文是这么写的，在湖的中央附近立着2座金字塔，每座露出水面50寻高，而建在水下的部分也同样高。每座金字塔上面都放着一尊巨大的石像，坐在椅子上。所以这个水下和水上在湖中的金字塔加起来是180米高，这个水下的这种90米高是怎么建的都不知道。所以如果他们是180米高，那它就比现在的埃及最大的这个吉萨胡夫金字塔还要高40米。这2个金字塔到现在都没有找到，因为现在的地球的海平面和几千年前不一样，它不断的提高，所以这顶部有巨头雕像的金字塔很可能是埋在埃及周围的某个海底的淤泥里面，而这些上古金字塔也可能就是外星人在地球的杰作。最后贝蒂还进入了一个水晶城和神对话，这个都不是结尾，还有好多好多的故事。现在也讲了贝蒂报告中不到1/10，之后还有更多的秘密。其中有一个颠覆点，就是这些灰人他们只是被远程控制的克隆人，在他们背后的势力，以前我讲过是蜥蜴人，但是这个要改一下了。在贝蒂报告里面还有之后对他女儿的催眠回溯记载，这些小灰人背后他们大佬不是蜥蜴人，而是一种更加强大的宇宙种族。小灰人的这种克隆技术可能是各种种族都在使用的，他们背后的大佬究竟是谁不知道，每一个种族都有可能。但是贝蒂的这个故事就非常有意思，想要支持团长继续研究的朋友请加入我的会员。接下来的故事太敏感了，我做好之后只能在会员里面分享，也是贝蒂的故事太厉害了。想看所有会员的节目或者享受会员先看，选择太阳系护法天台就可以了，每个月不到1杯奶茶的价格就可以支持我研究独一无二的故事。地球古籍的秘密还有宇宙的秘密在 YouTube 和哔哩哔哩会员里面都有，也欢迎大家免费下载 C 类 APP 来支持团长的创作。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